你想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美术馆吗？你想要被艺术的气息所包围吗？艺术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一环，正所谓艺术既是精神和物质的奋斗，而此句正刚好对应了这次的更新内容，也就是美术馆与狐狸。Hello， 大家好，我是沙皮，欢迎来到 UGS 频道。在今天这次的影片内容中我们将帮各位整理此次更新中美术馆的一些小窍门与资讯，以及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好来解决各位的烦恼与心中的疑惑，让你可以顺利的将美美的画作摆上展示区，充分的满足自己的美术馆藏，体验这次又大又香的游戏内容。那么在影片开始前希望各位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还有对影片按赞与分享出去这对我们都是莫大的支持与鼓励感谢各位。好的，那就让我们开始这一次的影片内容吧 ，Let's go。那么在说美术馆这部分之前这边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要先跟各位玩家说一下就是在这次的更新当中各位一定要确定自己的版本为 1.2.0 的版本，没有的话记得去 Switch 的桌面，然后选择游戏，按下加号键，接着再使用更新软体来进行更新而这部分比较重要的原因在于说，如果在不是 1.2.0 版本的状况下当天广播结束后，更新的内容是不会出现的，并且如果是于广播完后加上已经存取游戏的话，在进行更新之后那么蓝蓝这位 NPC 当天是不会出现的，且要等到隔天才会出现。另外，如果有确定更新了，结果当天是别的 NPC 来到岛上的话，那么蓝蓝也是不会出现的例如薛格或者是棉儿这些 NPC， 所以这边各位要再留意一下，因为像沙皮我就是在第一天广播的时候没有及时的更新，结果那天蓝蓝就没有来了，超尴尬。好的，以上这些大概就是这次在更新的时候要注意的东西所以不想在第一天错过的话各位一定要记得那么说完更新的注意事项后再来我们开始说说关于这次更新的重点内容狐狸与美术馆。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在前几部影片内容当中都有多次提到这位名叫狐狸的 NPC 而这位 NPC 在这次的更新当中也确实时装了，并且与我们的美术馆有极大的关系。也就是说，若要建立美术馆的话其中前面有一个环节就是要透过它来去触发的。那么首先关于这个美术馆的建立，各位要知道是有一定顺序的，并且所消耗的时间与当初博物馆建立的时间差不多，总共所需耗时为4天的时间。那在更新的第一天一定要去找博物馆的猫头鹰说话，他会跟你说目前博物馆会想要再增设一个美术馆的空间。那这边要注意一下，若在确定更新后版本也正确的情况下，与猫头鹰对话还是没有跟你说想要扩建美术馆的话就目前的情报得知下来，可能是玩家所收集的昆虫、鱼类与化石的综合数量还没有达到60的这个数字左右，才无法触发美术馆的这个任务。所以这边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当然如果这边有什么出入的话，各位玩家也可以再留言一下。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继续下面的步骤了。在游戏的第2天，广播会说岛上出现一个奇怪的人，而这位奇怪的人就是狐狸本动物啦。那在得知后，当天玩家可在岛上寻找他，并在找到后与他购买艺术品，接着将此艺术品交给猫头鹰。此时猫头鹰就说可以开始申请美术馆的扩建工程了。接着在第3天的时候博物馆会休馆1天，并开始执行扩建的工程。而在第4天时，恭喜各位，有美术馆的博物馆就会完成啦。看看这美丽的白色大理石外观，是不是添加了许多味道呢？而在之后，玩家们就可以开始将所获得的艺术品捐赠给博物馆了。但这些艺术品要怎么来呢？当美术馆建成之后，玩家们就要开始慢慢的增加它的内容，而这些漂亮的艺术品就是要透过狐狸这边来去取得的。但在这之前，有些事情玩家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首先就是要先开启所谓的狐狸黑市来去购买这些艺术品而这个黑市的开启条件就是必须要等美术馆落成之后，再去找狐狸说话一次方能开启。那基本上美术馆落成的当天狐狸是有大几率会在岛上的。另外要确定狐狸有没有在岛上有一个方法，就是
看他的船有没有在岛的后方的沙滩这边，如果有的话呢，就是有了。玩家只要花点时间呢，就可以找到。那在与他对完话后啊，接着就可以上传选购艺术品了。而选购这一块呢，也要特别注意哦。基本上玩家每次选购只能选择一项商品，在选购完后呢，会于隔天寄送到玩家的信箱当中。另外，如果在朋友的岛上选购啊，若你发现有类似这样的标签摆在想要的艺术品前方的话，那就代表此项艺术品已被人购买了。所以不是另一则商品，就是得与购买者商讨看能不能转让或者卖给你个人觉得算是蛮有趣的这个设定。再来就是狐狸的黑市船，除了在美术馆落成当天一定会在岛上以外啊，在之后的日子里却会是以随机的方式出现。所以呢，只要有看见他的船，各位一定要好好把握，或是多询问朋友圈是否有他的船在岛上，以增加艺术商品的购买几率所以想想啊，这也算是另一种有趣的交际方式吧。那么在开启狐狸黑市之后啊，虽然在购买艺术品上是容易的，但是要辨别真伪却存在着许多美角。由于狐狸的船是随机出现，加上一次只能购买一件商品，且美术馆只收真品不收赝品，所以在选购时啊，辨别艺术品的真伪就变得极为的重要。不然买错的话呢，在之后若要再遇上狐狸的黑市船，就真的很看脸了。另外这边再提一下啊，若要增加真品出现在船上的几率呢，是可以尝试使用风水这个隐藏系统看看的需要的各位啊，这边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资讯卡前去观看参考。好的，那么呢，在经过我们 UGS 团队呕心沥血、多次违背时间法则、躲避时空警察的追击之下，奋力的为各位整理出了大量的艺术品真伪鉴定方式与数据啊。所以接下来呢，要为各位说明所有艺术品的真伪到底该如何鉴定与判别，所以各位可要仔细听咯。在这些艺术品当中，极大多数都有分为真品与赝品，但还是有些艺术品是只存在真品而没有任何赝品的。所以这边先跟各位介绍这些只有真品的艺术，总计共有16项。第一项，伟大的雕塑卡美哈梅哈巨雕像；第二项，舒适的名画着衣的马哈；第三项，热闹的名画女神游乐厅的吧台；第四项，名贵的画自由领导人民；第五项，何许的名画大丸岛的星期天下午；第六项，神秘的画死之岛；第7项，光线的名画被拖去解体的战舰无畏号；第8项，厉害的名画苹果与橘子；第9项，强健的名画播种者；第10项，常见的名画拾穗者；第11项，磅礴的名画神奈川冲浪里；第12项，很好的名画吹笛子少年；第13项，沉默的名画奥菲利亚；第14项，闪烁的名画星夜；第15项，珍贵的名画向日葵；第16项，似曾相识的雕塑沉思者。好的，那么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有掺杂赝品的部分了。而这些赝品与真品的差别究竟在哪呢？其实说困难也没那么困难，说简单也没很简单，整体也还蛮有趣的。简单来说呢，就是来跟你玩一场找茬游戏，总计共有27项。首先第一项夏季，那我们等一下我们所有画作的画面的右手边的画呢都是赝品，而左手边的画面呢都是真品。好，那阿斯，请你开始说一下。那我们来看真品，你看一下下巴下面。胸口的部位有长一朵花，这个就是真品跟赝跟假货的差别。OK， 那这个就是我们夏季这个真赝品之间的一个比对。好，我们换下一个。第二个，远古的雕塑遮光器土偶，那一样是画面的左边呢是真品，画面的右边呢则是它的赝品。一目了然，赝品会多出2根天线出来，真品的话是什么都没有，就是像这样子一个很原始的样貌这样。对，然后这部作品的话会比较特别一点是，它还有第2种赝品。对，它第2种赝品的话，跟目前第1种看到赝品很像，不过它的眼睛会发出蓝色的光。主要就是现在画面的左边这个是真品，那只要看到跟这个不太一样的，就是属于赝品的部分了。好的，第3项英挺的雕塑大卫像，那一样是右边呢是赝品，而我们的左边呢是真品。其实这个非常明显吧？对，右手边好的，我们夹的手上有拿一本书，真的没有任何一个书，对，真的是空无一物，对，非常的干净。对，眼
睛要看对地方啊，各位。好，下一个第4项，漂亮的名画，戴珍珠耳环的少女。那这幅画的话是比较不太明显，它必须你要放大看才看得清楚。没错，差别是在耳环，真姬呢，它的耳环是圆形的，验货呢，它的耳环是一个星星，并且它还有另外一个赝品是戴着星星耳环，而且眼睛是闭着的，对吧？对，没错。主要真品的话就是戴着珍珠耳环，眼睛是张开的，所以各位这边就稍微多注意一下。OK， 下一个，再来是我们的第5项，出野的名画右半边，封神的屏风。真品是绿色的，然后赝品是白色的，所以一定要看好，不能看错。那各位观众一定要看好了。OK， 我们下一个第6项，出野的名画左半边，雷神屏风。这2幅跟刚刚第5幅是很像的，但是它是左半边，所以它是颠倒过来的。我们的真品是白色的，然后赝品是绿色的，所以不能搞错。各位一定要仔细看清楚啦。好了，那我们就换下一幅。第7项，俊俏的名画，3代目大骨鬼刺。那我们仔细看一下，假的很明显，它就一副非常沮丧的样子；真的话，它是非常很凶、很狠的样子，就非常有个性的一个表情，这样。对。好的，那我们再来换下一个啊。第8项，武士的雕刻，兵马俑。一样先看我们的验货，他手上拿着铲子，然后我们的真货呢，自己什么都没有拿，这就是真的。对，没错，他的手上是没有任何东西的，各位一定要看清楚啊。第9个，充满母爱的雕塑，罗马母狼雕塑。我们的假的是一副非常可的样子，连舌头都伸出来了。而我这边呢，则是没有任何的舌头，所以大家只要从舌头位置呢，就可以看到真假啦。OK。第10项，婀娜的名画，抱着银雕的女子。我们的真货跟验货呢，主要差别是在他手上的那一只雕的颜色。哦，有，假的是黑的，然后真的是很白的这样子。这还蛮好分辨的。第11项，学术性的名画，维特努威人。我们这个非常干净的这幅呢，就是真的。没错，就我前面这一幅，右上角脏脏的，那这个就是假的。这好像就是一个咖啡洒出来的杯子，然后印在上面的感觉，这样子。这个相信大家应该讲完应该会比较了解一点。好，我们看下一个，第12项，神秘的雕塑，纳福弟弟的胸像。那我们看他的右边有耳环的那个是假的就对了，而我这边这个没有戴任何耳环的就是真的了。好啦，我们看下一个，第13项，强壮的雕塑，执铁柄者。那我们先来介绍我们的验货哈，验货他非常的有钱，所以他的手上戴着一个劳力士。我放大给大家看一下，有没有看到这边他的手上执铁柄那边戴了一个类似劳力士手表的感觉，而真品这边呢没有任何的东西。第14项，优美的名画，雪中猎人。我们的验货呢非常的孤单，只有一个人。然后我们的真货呢则是有2个人。OK， 下一个，第15项，动人的名画，维纳斯的诞生。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验货哈，所以它的右上角是空空的，就是看得到天空的蓝色，这就是假的，有竖的就是真的。OK， 好，再来第16项，平静的名画，倒牛奶的女仆。画面的右手边呢是我们的验货，左手边呢一样是我们的真货。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牛奶比较多的那一幅呢就是假的，牛奶比较少这一幅呢就是真的。再来第17个，线索的雕塑，罗塞塔石碑。各位观众，这个没有任何颜色的才是真的，应该不是说任何颜色，应该说一般石头颜色的才是真品。好，下一个第18项，出于意料的雕塑，后母屋顶啊，这个非常明显哦，盖子的那个就是假的，没盖子的这个就是真的。第19项，细致的名画，紫阳花双基图。我们的紫色的花就是假的，蓝色的就是真的。而且我还注意到，它真的是有盖印章的，在那个画面的左边那边，假的这个没有任何的印章，所以也可以从这地方去看一下。第20项，勇敢的名画，蓝衣少年。你们看看真的头发跟假的头发，哇，这个发量好 ，OK， 懂了。第21项，惊人的名画，夜巡。错误的话是我们的一样，我们的右手边，然后正确的话是左边这边。要看真伪的话，就是仔细看中间那个穿黑衣服的那个人，他的头顶上有戴黑帽子的，那就是真的；没有戴的话就是假的。第22项，美丽的雕塑，米诺的维纳斯，跟我们刚刚那个指顶者一样。我们的左手边假货呢很有钱，他戴着项链。真品这边呢则是没有戴任何的项链。好，我们换下一个。第23项，素妙的名画，侍女。这幅画呢就比较不明显哦。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画面上的右边呢是错误的画，左边呢则是真的画。那这边呢主要就是后面那个人他的手的位置哦，大家可以看到错误的那边呢他的手位置是离开这个门框的，手的这边呢则是在扶着门框的。各位可以从这个手的位置来去辨认它的真伪哦。
第24项，石头炉雕塑，奥尔梅克巨石头像。觉得这2颗头哪一颗头比较欠打呢？我们的右手边，他微微的笑容对着你笑，觉得很欠打呢。然后我们的左手边呢，这个是嘴角比较没有在笑的，这个就是真的。各位如果在看真伪的时候，这个可能就真的有比较有挑战性了。第24项，有名的名画《蒙娜丽莎的微笑》，右手边这一幅呢是假的，它眉挑高成这样。其实原版的名画呢是没有眉毛的，所以各位就从这边就可以判定了。第26项，神圣的雕塑，萨莫斯雷斯的胜利女神，踏出去的那只脚是相反的，像这个左脚踏出的这个是假的，对不对？对，那这个右脚踏出来的这个就是真的了。没错。第27项，端庄的名画《回眸美女图》，大家可以看到，这相比的时候呢，其实可以非常明显的发现，假的呢人比较大，真的呢人比较小。但是分开看的时候呢，我会建议各位是看它的头部跟画面上面这个顶部的构图的距离哦。真的话距离会比较远，假的距离呢就会比较短。另外还有一个赝品啊，它的构图的身高是一样的，但是头的摆放位置是朝向另外一边的，所以大家这边要注意一下。好的，那么大概以上这些就是这次美术馆的相关注意事项，希望对各位广大的动森玩家呢会有帮助。当然，如果有错误的话呢，也欢迎留言指正，我会再另外补充到置顶留言区。那对于狐狸出现的几率，真的可以说有时候感觉上是蛮低的，所以会建议各位可以多结识一些朋友，当有人的岛上若出现狐狸时，就赶紧上岛购买一波，不然这个艺术品的数量加上这个狐狸出现的几率，以及真品与赝品的出现方式，真得说要将美术馆完成的话，真的会很不简单。当然用时空的话就不好说。那对于真赝品的部分啊，各位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我会尽量去回答你们的。好啦，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啊。如果觉得影片不错的话，欢迎按个赞，并且把它分享出去。那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也欢迎订阅，并且按下小铃铛，这样你才可以收到我们频道的第一个直播还有影片的更新通知哦。好啦，今天就先这样啦，我是傻皮，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